校到底有多乱？技校班主任普遍要求班里男的不死，女的不生。男的不死就行，女的不生就行，这还是学校班主任老师对学生的要求，这要求也太低了吧？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，不论是9年义务教育还是职业教育，最终都是要让孩子们能够健康成长的地方。但是现在部分职业教育学校却偏离了一开始设立的初衷，很多学生上技校不是为了学习一门技术，而是为了能够混上几年。年纪到了就去社会上找一份工作，这样起码不算是那些厂子雇佣童工。学校的孩子们基本上是有从众心理的，一旦学习氛围出现了问题，那么就会有更多的学生认为上技校没啥用，学不到什么东西，继而放纵自己加入到混日子的大军里。鉴于此现象，技校老师对男生和女生的要求出现了变化，男的不死就行，女的不生就行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男的不死，上学到底是幸福还是煎熬？不同的学生肯定有不同的想法。对那些学习好的学生来说，上学是幸福，是放松，他们能够学习到新知识，还能交到好朋友，可以肆无忌惮地享受学生时代的美好。但是对于那些学习不好，在学习上没什么天分的学生来说，上学可太煎熬了。老师在讲台上唾沫横飞，讲得天花乱坠，他们在座位上听得昏昏欲睡，时不时的还得被班主任的粉笔头砸头，要不就是被叫到走廊罚站。情节要是更严重一点，就是办公室一日游，或者叫家长来当面批评。所以对于这些学生而言，上学的乐趣仅在于交朋友，在和同学聊天玩闹的时候，他们往往是最开心快乐的。渐渐的，他们在学习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也就更少了，学习成绩下滑的更严重了。这其实也挺正常的，别说是普通人了，就是龙生九子还各有不同呢。就是有些人不擅长学习数语外、政史地、物化生这些文化课，他们可能在动手能力上有天赋，所以国家为了能够因材施教，还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设置了一系列的职业教育，让这些文化课成绩差的孩子能够有舞台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，还根据学生年纪的不同设置了中职和高职，这样孩子们就能学到一技之长了。但是初衷是好的，可真正进入职业学校以后，可就不一定是这么回事了。技校里男生的比重要大一些，在成长的过程中，男生更容易出现打架斗殴的问题。这些年，男生们约架的事情偶有发生，甚至还会有伤亡出现。2021年，桂林某技校就出现过一次学生之间大规模的打架斗殴事件，几十个学生在操场上厮打在一起。这个场景立刻吸引了其他同学的注意，于是还有很多学生在操场边上围观。当地的领导很重视，于是立刻让教育局和派出所的相关人员去调查。原来就是因为一些口角矛盾，导致了这次打群架的发生。此次事件致使一人受轻伤，还造成了较坏的社会影响，所以相关的学生还要依照相关的法律条例进行处理。也因为这样，部分技校的班主任老师在管理学生的时候，对男生最基本的要求不是学习要有多好，而是不能没事找事，不能参与打架斗殴。学习不行，品德好也是可以成为建设祖国的力量的。但是要是既学习不行，又爱找事，就成了社会上的不稳定因素了。学艺先学德，学技术也得先学习德行，要树立良好的思想道德观念，才能更好的在社会上立足。女的不生，技校老师对男生的要求是不死就行，别参与打架斗殴，保住自己的小命，好享受未来的人生。这是因为青春期的男生容易在荷尔蒙的影响下，热血上头，想要通过打架消耗自己无处发泄的精力。但是技校老师对班上女生的要求就不一样了，女生之间打架、霸凌的事件出现的相对较少，但容易出现早恋的相关问题。要知道，打架也好，斗殴也好，一旦出现问题，就是需要派出所介入的，跟法律有关的问题。早恋跟打架比起来，情节相对轻，但是也不是小问题。一个处理不好，
也会对孩子们未来的人生造成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。技校里的孩子大部分也正处于青春期，他们的身体正经历着一场成长和蜕变，但是与身体的快速生长与成熟不同，他们的心理成长往往没有跟上，这就导致了虽然身体成熟了，但是心理还比较幼稚。这里的幼稚不是指像小孩子一样单纯无害，而是指没有办法为自己做出的选择负责任，没有承担责任的能力。男女之间在青春期的时候会出现朦胧美好的感情，这样的感情只要家长和老师引导得好，就能够成为他们进步的动力。但是要是一旦引导不好，单纯的情感越了界，那么事情就朝着糟糕的方向发展了。中国的性教育跟别的国家比起来还是有一定的缺失的，很多生理课、卫生课在讲述与之相关的知识的时候也较为隐晦，生怕孩子们本来没有这方面的心思，却被教育的蠢蠢欲动了。但是这样做的后果往往就是，一旦少男少女们初尝禁果，就会有一定的几率因为安全措施没做好，而加大怀孕的风险。不是说怀孕不好，生孩子不好，但是对于还在上学的学生来说，他们自己都还是学生，还需要人照顾，又怎么有能力去照顾孩子呢？而且这些孩子们本身心理就不成熟，有些孩子还是在浏览网络上不良信息的时候被强行催熟了心理，导致他们的世界观、人生观和价值观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。他们甚至不清楚生孩子到底意味着什么，也不知道自己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需要付出什么。再加上没有学历文凭，没有赚钱的能力，也不到赚钱的年龄，这个被他们生下来的孩子会成为他们父母的负担。过早的生子还会对他们未来的人生造成一定的阻碍，因为他们技校还没毕业，只是10几岁的孩子，连结婚证都不能领，这样能有什么保障？时间一长，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，要是两人感情淡了，分开了，也会影响以后他们各自结婚生子。这样看来，技校老师的担心还是有道理的。3. 职业教育的未来。职业教育究竟有没有未来？答案是有。实际上，国家近些年对职业教育越来越重视了。比如说，财政拨款比较大方，很多技校的设备都是很优秀的，钱多，给老师的工资和福利也多，这就吸引了更多优秀的教师主动加入到技校的教师队伍中来。教师本身优秀，教学能力和管理班级的能力就有了保障，技校的孩子们就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。在学生犯浑的时候，好教师也能给予学生更正确有效的引导，让学生能够平稳的度过青春期，也能有正确的三观，有好的思想道德素养，为他们以后的人生铺平道路。除了要有好老师以外，想要改善技校的学习氛围，还得从学生身上入手。生源的好坏对教学效果有重要的影响。为了让更多愿意学习的孩子进入技校，近几年中考的分数线越来越高，一些学习中等的学生也开始进入技校学技术了。这和之间只有不学习的孩子才去技校有了较大的转变。能学习的学生的加入，会使得技校的学习氛围逐渐变好，也就少有斗殴和怀孕的事件出现了。近些年还有一个指标能够看出来职业教育在变好，那就是专升本的分数线正在逐年升高，专升本的难度也越来越大。部分职业学校的学生也希望能够通过专升本上大学，实现自己学历的提升，为自己的未来添砖加瓦，走向更幸福的人生道路。所以一些好的职业学校也是很卷的，他们除了要学好一门技术，有良好的动手能力以外，还要学好文化课，为上大学做准备。结语：虽然有人会吐槽中国的教育制度，但是客观来说，中国的教育是在往前走的，只是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实现对教育的种种设想。职业教育肯定会发展的越来越好的。近2年，技校学生打架斗殴的事情就少有发生了。另外，像是前些年耸人听闻的技校女生厕所产子事件也再没听说。除了职业教育以外，初高中学生的正向引导也很重要。除了要让孩子们会考试，还要培养孩子们的创新能力。
让他们能够在大学学习中展现更好的创造性。前段时间天价山竹醇事件的出现，让人们把目光聚焦到了研究生、博士生的培养计划上。相信在此次事件完满解决以后，中国的高等教育风气也会朝着正向、积极的状态发展。